嗨，大家好，我是丹提。今天我打算去一个离家不远的海边小镇走走逛逛，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今天预计前往的地方是位于北海道后志地区的海边小镇岩内。从我居住的居治安前往岩内并不算太远，大约30公里左右的距离，前有2到3条的路线可供选择。在这些道路之中，有条特别有名的道路，由 JR 24谷站一路通往岩内町，它就是这区大名鼎鼎的道66号线，别名又称 Niseko Panorama Line。记得有个观众说过，在日本能够自称 Panorama 的风景肯定都有一定水准，这条 Niseko Panorama Line 也确实符合了这个规则。沿途会经过温泉蒸汽环绕的大汤沼，带有神秘气息的神仙沼，有着广大高层湿原地形的大谷地，以及能够纵走20股连峰的登山路线，自然资源丰厚，观光能量饱满，绝对符合了绝景名道的各种要件。不过，比起这些旅游书上会提到的项目，我自己喜欢这条道路的原因，主要还是在道路的层叠设计之上。从最上层能够俯视最下层，从最下层亦能仰望最上层，搭着不同视角的风景，好像能看着自己过去走过的与未来将走的道路。真的有种无法言喻的特殊感觉呢。嗨，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岩内的道路休息站。那我们刚刚就是翻越后面的那座山过来的哦。天气好像没有很好啊，好像还有点飘雨的感觉。录影情难是吧？好啦，不管了，有点下雨也没差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日本的新闻哦？前阵子他们的那个厚生劳动大臣啊，已经有在公开的好像是记者会吧，上面有表明说，之后户外啊可以考虑就不需要戴口罩了，只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就可以了。那所以我现在就没戴了，但我看大家都还是有戴的样子。等一下我还是把它戴上好了。毕竟哦，口罩你要说解封就解封，好像大家的适应力也没有这么快，需要一点时间，好好的习惯一下2年前没有口罩的生活。前面就是道路休息站了。我之前呢有讲过，在日本啊，或是在北海道了，在北海道好了，就是要认识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崭新地方。那道の駅呢，绝对是你第一个要去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由岩内的道路休息站道の駅岩内来带我们认识一下岩内这个地方吧。看起来这就是它的吉祥物啊。哦，有地图。这个就是它的 stop。在道の駅晃了一圈，意外的这里的资讯量比想象中的少，看起来还是要稍微依赖一下网络了。我想要大致了解一个地方的简单历史，找些遗址或者是纪念物来看看，应该是正确的方向。而在北海道，跟随飞仙铁路的脚步，
大概就可以一窥这边的历史痕迹。所以我决定第一站就来这了。晃寺车站是国铁岩内线中的其中一站，而岩内线则是为了延伸函馆本线至岩内，于1912年建设完成的铁道。当时的岩内可是北海道新兴的活力城市，除了是面向日本海的优良海湾，有着丰富的飞鱼渔获，同时岩内沿线的毛藻炭矿盛产石炭，而附近的国富矿山则是生产了大量的铜矿。所以这条铁路是活络岩内渔矿资源交易的重要路线。眼前的晃寺车站更是岩内线中的重要枢纽，列车交换便是在此站进行的。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石炭与铜矿的开采完毕，岩内的矿业逐渐被农业所取代，而农渔的运输似乎就不再这么仰赖铁道了。随着巴士、汽车的迅速发展，这条曾经繁荣的铁道也变得不再被人们所需要。在1985年7月1日，正式的步入历史。不过，岩内的人们并没有忘记这条铁道曾经带给他们的繁荣。在岩内线废线之后，他们选择了将重要的晃寺车站与当时的旧型列车保留了下来，并于站内完整保存了岩内线当时的相关资料，让我们这些后人得以借由这些历史文物窥探过往的轨迹，稍稍感受前人的生活吧。岩内过往的渔业是以飞鱼为大宗，但似乎随着气候的改变，现今已经没有什么飞鱼了。哦，鱼的香味，都是鱼味。从直卖店的商品也看不见飞鱼的身影，不过仍可以看出这里的渔获是以鱼类为大宗就是了。人类的产物吧，应该是叫卡拉玛米。这超怀念的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看到会不会很怀念？我记得我弟在北海道的时候买了超级多，各种口味，现在还有梅弄口味的，太神奇！在占地不大的直卖店，一直有股烤鱼的香气扑鼻而来。顺着香味的来源望去，哇，原来有间食堂啊！
神社同样是个能够呈现区域特色的地方。现在来到的岩内神社建于1789年，预祭神均属保佑海上、陆上的交通安全及渔获丰收。而每年7月间神社的立大祭，最后也都有海上的供奉船，看起来似乎是个盛大热闹的祭典。岩内神社虽说处于一个万人出头的小镇，但它在北海道的神社中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样子。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盛大的立大祭外，还记得之前在美英的影片中我们介绍的Ezo Omikuji吗？如果你是北海道特殊御神签的收集者，这里就是你不能错过的一站。抽签的方式要拿起旁边的钓竿，将池中吃掉签的鱼给钓起来。这种鱼叫做 Skeso Udara， 我猜是鳕鱼的一种啦。这个就请鱼类大师在留言开示了吧。左边呢，就是那个 Marine View 的高级露营场。这一季想来路路看啊，露营场感觉很赞的。跟着在米基诺 Eki 所取得的地图，我们最后来到了岩内町的观光区域——圆山高原区。这边有不少的温泉旅馆，也有高级的露营区 Marine View， 是我今年预计探访的露营场之一。不过最有名的应该是由这里展望岩内海湾的视野。这里没错，这是日本夜景遗产。圆山展望台位于标高233公尺的小丘陵上，近可俯视岩内街道全景，远则能眺望至基丹半岛。随着季节与天气，呈现出变幻莫测的岩内雷电海湾，是这边的特殊景色。
如果刚好在晴天的夜晚前来，更可以体验有北海道4大夜景之称的雷电港湾之夜。附近地势平整，修建有广场与凉亭，非常适合来这边做个小野餐之旅，并等待日落与夜晚的大景。虽说今天天气极差，除了雨之外，风也是大到伞都要被吹走了。不过出来玩总不可能都是晴天嘛，碰到天气不好时，转换一下心情，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眼前的风景，就能发现雨天的美。话虽然这么说，但又风又雨的，看来今日是无缘夜景，只能打道回府了。有点遗憾，露营再来吧。我是丹提，不知道这种小镇系列大家是否有兴趣呢？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喽，拜拜。丹提频道开启会员了，只要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你就能够看到所有的会员福利。当然，这个福利可能是会有变动的，不过不用担心，只会变多，不会变少。所以你如果喜欢这个频道，想要给予我一点支持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请丹提每个月喝杯咖啡吧。